灵粮堂在这里建立，最先开始是寇绍恩的父亲寇世远，他在这里11年，后来有另外大概有7、8年，后来我才来台北灵粮堂。在我加入教会的时候呢，我们的台北宣教大楼还是一个2楼的平房，所以我们那个时候聚会的人数大概是200多人。那周牧师带领众同工呢，包括我在内呢，就有一个很强烈的意向，建造一个荣耀的教会。所以在神的恩典下，教会就慢慢成长。所以我们台北的2楼的会堂就不够用，所以神就带领我们改建造现在的一个12层楼的宣教大楼。那个时候人数大概差不多500-600个人，600个人。那我们要盖这一栋楼，就算来算去，就觉得其实那个负担很重。但是感谢神，这一个金钱的奉献，算你算我算他，但是神说不要忘记把我算进去。回想过去这30几年的时间，这一栋大楼不但是影响整个教会的建造，其实对整个国度的影响很大。当时是有一点好像为我们的需要，但是神看得更远。这个专案是挑战度非常大。第一，它原来不是为了一个教会的设计，所以在设计上面必须有一些更改。第二，我们也期望在灵粮山庄原本建设公司规划的这些住户公寓都能属于教会的系统，所以当时我们就计划说要把它全部包下来，这是一个信心的一步。因为那个地方就长长的像一个航空母舰一样，那我们就感觉到说，那个地方不只是一个聚会的地方，是一个崇拜的地方。但愿那个地方成为万国祷告的殿，也能够成为一个宣教的航空母舰。灵粮堂是一个国度导向的教会，所以在宣教大楼跟这个山庄，我们都办过无数次的一个所谓国度性的聚会，所以神的灵在这边运行，而我们自己得到了最大的祝福。当我接主任牧师以后，我们就对教会的事工蛮多事工在推展。那中间有一个事工，就是我们对于怎么所谓的改变，就是转化这个地很有关系。神把我们放在大安这个地方，那我们对四周的人有没有产生一个影响力？那我的意向是说，我需要有个场地，在周间，在1个礼拜甚至7天当中，都可以跟社区可以结合在一起的。那我自己是出来再算了一下，大概我们可以盖一个东西，那时候还不知道要叫什么，叫爱玲楼。不好说，我们可以盖一个5层楼的，上面但底下是2层的。现在我们整个爱玲还有很多的活动，我知道燕学院有时候那个不是说他们有招生吗？他们招生大概1个学期，他们有1000多人，不是每个都基督徒，就是我们四周人远也没远到哪里去，就是他们就跑过来，包括我们的里长、区长，我们都要他们都会来的。台北灵粮堂的一个意向就是建造荣耀的教会。在2022年，我们进入到一个后疫情的时代，我们仍然拥抱着是同样的一个意向，是神放在周牧师、欧牧师心里面的那个荣耀的教会。但是这第5次的建堂，它要影响的是列国，是万邦。不管是透过我们在这个地方营造一个更有加氛围的一个空间，同时间我们可以借着媒体、新媒体来服侍16亿的华人。这一次的建堂不是要凝聚人来到山庄，是要帮助我们更多的回应大使命，去使万民可以做主的门徒。同心建造 ，Let's build。